结婚2年了，我才发现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。我婆婆陈母每次做饭，从来不算我的份。今天中午，我刚下班回家，就闻到厨房里飘出的香味，红烧肉的味道，我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妈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呢？我笑着走进厨房，陈母正在盛菜，看到我进来，脸色明显不太好看，就做了点家常菜。她敷衍地说，我看了看灶台，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炒青菜，还有一锅排骨汤，都是我爱吃的菜。哇，好丰盛啊！我去洗手。我高兴地跑去洗手间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餐桌上只摆了3副碗筷，陈浩然、陈母，还有我们4岁的儿子小宝，没有我的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妈，我的碗筷呢？我疑惑地问。陈母头也不抬，我以为你在公司吃过了。我没吃啊，而且我每天都是回家吃午饭的。我有些尴尬地站在餐桌旁。那你自己去拿吧。他的语气很不耐烦，好像我是在给他添麻烦。我默默地去厨房拿了碗筷，回到餐桌坐下。陈母已经开始给陈浩然和小宝盛饭了。红烧肉加了好几块给老公，排骨汤盛了满满1碗。轮到我的时候，他停下了动作，自己盛吧。我手酸了，我看着桌上的菜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是委屈，还是愤怒，我也分不清。但我没有发作，默默地给自己盛了饭。刚要加红烧肉，陈母突然开口，婉婉啊，这红烧肉我放了很多糖，你不是在减肥吗？少吃点甜的比较好。我的筷子停在半空中。妈，我没在减肥啊。女人过了25岁，新陈代谢就慢了，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发胖的。她一边说，一边把红烧肉端到了陈浩然面前。浩然工作辛苦，要多吃点有营养的。我愣了一下，只能转向清蒸鱼，鱼也少吃，昨天买的，不太新鲜了。陈母又开口了，给小宝吃吧，孩子正长身体。我看着桌上的菜，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每一道菜，他都有理由不让我吃，要么太甜，要么不新鲜，要么是专门给老公孩子做的。最后，我只能吃那盘炒青菜，还是最普通的白菜，连个油星都看不到几个。陈浩然在旁边大口吃着红烧肉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异常，或者说，他注意到了，但选择视而不见。老婆，你怎么只吃菜啊？他终于开口了。我在减肥。我违心地说，不想让这顿饭变得更尴尬。减什么肥？你又不胖。陈浩然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我。陈母立刻不高兴了。浩然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女人说减肥你就当真啊？她这是嫌弃我做的菜不好吃，故意给我脸色看呢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嫌弃她做的菜了？明明是她不让我吃的。妈，我没有嫌弃。我想解释。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吃肉？为什么不喝汤？陈母的声音拔高了8度。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太婆做的饭菜配不上你的身份？我简直无语了。明明是她各种理由不让我吃，现在倒反过来说我嫌弃。妈，您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。算了算了，我以后不做饭了。陈母放下筷子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，免得有人吃了我做的饭还要给我脸色看。妈，您别这样。陈浩然赶紧劝说，婉婉不是那个意思。然后他转向我，眼神里有责备。老婆，你跟妈道个歉。道歉？
我要为石魔道歉，为了他不给我准备饭菜道歉，还是为了他不让我吃任何菜道歉？但看着陈浩然期待的眼神，我还是妥协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让您误会。您做的饭菜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陈母这才缓和了脸色，知道就好。我做了一辈子饭，还没人挑剔过。这顿饭，我最终只吃了半盘白菜。饿着肚子回到房间，我开始回想最近的一些细节，好像每次吃饭，陈母都会找各种理由不让我吃好的。不是说我应该减肥，就是说某道菜不适合我，要么就是分量不够，要先紧着男人和孩子。我以前以为这是正常的，毕竟婆媳关系需要时间磨合，但现在看来，这根本就是故意的。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不满和排斥。而陈浩然，要么是真的没注意到，要么就是装作没看见。我拿出手机，开始搜索相关的资讯。婆婆故意不给儿媳妇做饭，婆婆饭桌上的刁难。搜索结果让我震惊，原来有这种遭遇的不止我一个人，很多女性都在网上分享过类似的经历。有些婆婆会故意少做饭，让儿媳妇饿肚子；有些会在饭菜里做手脚，比如放很多辣椒或者盐；还有些会直接说这是给我儿子做的，你自己解决。看着这些帖子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，这不是什么磨合问题，这是赤裸裸的排斥和欺负。而我居然忍了2年。我想起刚结婚的时候，陈母对我还算客气，虽然话不多，但至少表面上过得去。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？是在我怀孕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孕吐严重，什么都吃不下。陈母负责照顾我的饮食，但她做的都是一些重口味的菜，说是有味道才开胃，结果我吃了就吐，越吐越瘦。后来还是我妈过来照顾我，才慢慢恢复。从那时候开始，陈母对我的态度就越来越冷淡了。可能在她心里，我是个娇气的儿媳妇，配不上她的宝贝儿子。想通了这些，我反而冷静下来。既然她要玩这种游戏，那我就陪她玩。但这次，游戏规则由我来定。晚上陈浩然回来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今天公司怎么样？累不累？还好，就是下午开了个常会。他坐在床上脱袜子。对了，中午的事情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妈她年纪大了，有时候说话比较直接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我没放在心上。那就好。陈浩然松了口气。妈其实人很好的，就是表达方式有点。我明白。我打断了他。不过浩然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觉得，一个家庭里，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被平等对待？陈浩然愣了一下。当然啊，这还用问吗？那如果有人故意区别对待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他皱起眉头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就是随便问问。我笑了笑，没有继续这个话题。但我知道，种子已经种下了。接下来，我要做的就是让这颗种子发芽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制造家庭矛盾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比平时早起了1个小时，趁着陈母还没起床，我悄悄在厨房的几个角落装上了微型摄像头。这些设备是我昨天晚上网购的，今天一早就送到了。既然他喜欢在厨房里搞小动作，那我就要把他的所作所为都记录下来。装好摄像头，我又回到房间，假装刚刚醒来的样子。陈母起床后，照例去厨房准备早餐。我通过手机监控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果然，他只准备了3份早餐：豆浆、油条、煮蛋，还有小宝爱吃的小馄饨，没有我的份。等陈浩然和小宝洗漱完毕，
他叫他们去餐厅吃早餐，我也跟着走了过去。妈，我的早餐呢？我明知故问。哦，我以为你要减肥呢，就没给你准备。陈母头也不抬，豆浆油条热量太高了，不适合你。那我吃什么？冰箱里有优酪乳，你自己拿吧。一杯优酪乳当早餐，他可真够狠的。但我没有发作，默默地去冰箱拿了优酪乳。陈浩然在旁边看着，皱了皱眉。妈，婉婉也要吃早餐啊，她要减肥，我这是在帮她。陈母振振有词，女人就应该保持身材，这样才不会被老公嫌弃。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不减肥，陈浩然就会嫌弃我一样。我没有嫌弃婉婉。陈浩然说，那是现在，等她再胖几斤试试。陈母一边给小宝喂馄饨，一边说，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哪个愿意看着老婆变成黄脸婆？我坐在那里喝着优酪乳，心里冷笑，他这是在给陈浩然洗脑呢，暗示他我会变胖变丑，提前给他心理暗示，真是高明的手段。而且啊，女人结了婚就要学会为家庭付出。陈母继续她的教育，不能还像个小姑娘一样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要考虑家庭的经济情况，要为老公和孩子着想。又来了，这是在暗示我自私，只知道为自己着想。妈说的对，我突然开口了，确实应该为家庭多考虑。陈母没想到我会赞同她的话，愣了一下，你能这么想就好。所以我决定，以后早餐我自己解决。我站起身，这样既能减肥，又能减轻您的负担，一举两得。陈母脸色有些不自然，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配合。那就这样吧。好的，我笑着说。不过既然我不在家吃早餐了，那早餐的费用是不是也应该从生活费里扣除呢？毕竟要为家庭的经济情况考虑嘛。陈母的表情瞬间变了，她显然没想到我会提到钱的问题。这没必要吧？怎么没必要？您刚才不是说要为家庭经济着想吗？我继续笑着说，既然我不吃家里的早餐，那这部分钱就应该省下来。您觉得呢？陈母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陈浩然在旁边听着，脸色也有些奇怪。我知道，他开始察觉到问题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真的不在家吃早餐了。每天早上我会提前出门，在公司楼下的早餐店吃豆浆包子，既便宜又好吃。关键是，没有人会指指点点，说我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适合。陈母起初还挺高兴的，觉得终于摆脱了我这个负担，但很快她就发现了问题。没有了我在早餐桌上当反面教材，她就少了很多发挥的机会。而且陈浩然开始询问我为什么不在家吃早餐。婉婉，你为什么最近都在外面吃早餐？那天晚上，他终于忍不住问了。妈不是说我应该减肥吗？外面的早餐选择更多，更适合减肥。我如实回答，而且这样也能减轻妈的负担，不是挺好的吗？陈浩然皱起眉头，但是一家人应该一起吃饭啊。一家人，我笑了笑。那为什么妈做早餐的时候从来不算我的份呢？什么意思？你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了。我没有多说，但种子又一次被种下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陈浩然特意留意了一下陈母准备早餐的过程，果然，他只准备了3人份。妈，婉婉的早餐呢？他问。他不是在外面吃吗？陈母有些心虚。但你以前也没给他准备过啊。陈浩然的语气有些质疑。我每次都问过他要不要的。陈母急忙辩解，是他自己说不吃的，这明显是撒谎。他什么时候问过我？是吗？陈浩然显然不太相信。当然是，
我还能亏待他不成？陈母的声音有些尖锐，他自己娇气，嫌这嫌那的，怪得了我吗？又开始倒打一耙了。但这次陈浩然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相信他的话，他开始怀疑了。中午的时候，我照例回家吃饭，陈母又开始了她的表演。婉婉啊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她很热情地招呼我，不过糖放的有点多，你要减肥的话还是少吃点。又来了，先热情地介绍，然后找理由不让我吃。这套路我已经看透了。没关系，我吃青菜就行。我很配合地说，青菜有营养，而且热量低。陈母脸上闪过一丝得意，她以为我还是那个好欺负的儿媳妇。但这次，我提前做了准备，我偷偷录下了她刚才的话，包括她是怎么关心的阻止我吃糖醋排骨的。吃完饭，我把录音发给了陈浩然。这是今天中午妈对我说的话，你听听。陈浩然听完录音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摊摊手，可能在他心里，我就不配吃他做的好菜吧？不会的，妈不是那种人。陈浩然还在为他妈辩护，也许他真的是为了你减肥着想。减肥？我冷笑一声。浩然，你觉得我胖吗？陈浩然看着我，摇摇头，不胖，你的身材很好。那我为什么要减肥？这个问题让陈浩然无言以对。确实，我的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， BMI 也在正常范围内，根本不需要减肥。可能妈是想让你保持得更好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显然自己都不相信这个解释。浩然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看着他，如果有一天，我对小宝也这样，天天找理由不让他吃好的，你会怎么想？那怎么行？小宝还在长身体。陈浩然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住了。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如果对孩子这样做是不对的，那对我这样做就是对的吗？婉婉，你不用说什么。我打断了他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看清楚事实，而不是一味地为他找借口。当天晚上，陈浩然找陈母谈了话，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他们的争论声。妈，你为什么总是不让婉婉吃好的？我什么时候不让她吃了？陈母狡辩，那为什么每次有好菜，你都说她要减肥？女人本来就应该控制饮食，可是她根本不胖啊。不胖，你看看她那个肚子，生完孩子就没恢复过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，确实比以前有些松弛，但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哪个女人生完孩子能立刻恢复到少女身材？妈，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。陈浩然的声音带着愤怒。过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也不知道收敛一点。我这是为了你好，免得你以后嫌弃他。又是这套说辞，为了他好，所以要苛待我。这逻辑简直让人无语。我不会嫌弃他的。陈浩然大声说。现在不会，以后难说。陈母的声音更尖锐了。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够了！陈浩然怒吼一声。妈，你不要再这样了。婉婉是我的妻子，是这个家的一员，你不能这样对她。我在房间里听着，心情五味杂陈。陈浩然终于为我说话了，但这也意味着家庭矛盾的升级。客厅里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传来陈母的哭声。好啊，儿子长大了，有了老婆就不要妈了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到头来还要被你教训。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。又开始这一套，每次被人戳穿了，就开始哭闹，说别人不孝顺。陈浩然的声音软了下来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
陈母哭得更凶了。你被那个女人洗脑了，连亲妈都不要了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我知道，陈浩然要妥协了。面对妈妈的眼泪，他向来没有抵抗力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开始安慰陈母了。妈，您别哭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不会这样跟您说话了。您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体。我在房间里冷冷地听着这一切。陈浩然为我出头了，但也就持续了5分钟。面对陈母的哭闹，他立刻就败下阵来。这就是我的老公，我的保护者，关键时刻永远靠不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能靠自己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陈母的态度明显冷淡了很多，她连招呼都不跟我打，做完早餐就回房间了。连陈浩然的早餐都是草草准备的，显然是在赌气，但我不在乎，反正我也不指望他给我做早餐。中午的时候，情况变得更加极端，陈母直接宣布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不做饭了，然后就躺在沙发上装病。陈浩然下班回来，看到这个情况，立刻紧张起来。妈，您怎么了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，就是昨天被气到了，现在还心慌。陈母有气无力地说，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刺激。这话明显是在指桑骂槐。妈，都是我不好。陈浩然满脸愧疚，我不应该跟您吵架的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陈母摆摆手，一副宽容的样子。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了几天了，争这些没意思，又开始卖惨了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陈浩然急了，您身体好着呢，还能活很多年。我去买点好菜，给您补补身体。不用，我没胃口。陈母拒绝得很坚决，反正家里有人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，我以后就不做了。又是这招，用不做饭来威胁全家人。但这次，我不会再妥协了。妈，您既然身体不舒服，那就好好休息。我主动开口了，今天的饭我来做，您别操心了。陈母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愣了一下。你会做饭吗？语气里满是质疑。会一点，虽然不如您做得好，但应该能吃。我谦虚地说，那就辛苦你了。陈浩然感激地看着我。我去厨房开始做饭。其实我的厨艺并不差，只是平时没有机会展示，因为陈母从来不让我进她的厨房，说是怕我弄坏她的锅碗瓢盆。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，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做了4个菜，红烧狮子头、蒜蓉西兰花、番茄鸡蛋，还有一个冬瓜排骨汤，色香味俱全。开饭了，我把菜端上桌。陈浩然看到这一桌菜，眼睛都亮了。哇，婉婉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么多菜的？平时在网上看菜谱学的。我笑着说，来，妈，您尝尝。我盛了一碗汤给陈母。陈母不情不愿地尝了一口，脸色立刻变了，因为我做的汤确实很鲜美，比她平时做的要好喝得多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我故意问。一般般。陈母勉强说道。但我看到她又喝了好几口。陈浩然更是毫不掩饰地夸赞，太好吃了。婉婉，你的厨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可能是有天赋吧。我谦虚地说，以前没机会下厨，今天试了试，感觉还不错。这话是说给陈母听的，暗示她平时霸占厨房，不让我发挥。果然，陈母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她大概没想到，我做的饭会比她做的还好吃，这让她的优越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饭后，陈浩然拉着我的手说，婉婉，以后你多下厨吧，你做的饭真的很好吃。好啊，只要妈不介意我用她的厨房，
我看向陈母，陈母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最后憋出一句：随便你。我知道，这是他的无奈妥协，因为他发现，在厨艺这个他最自信的领域，他居然败给了我。这对他来说，是个巨大的打击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接下来，我要在更多方面超越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差距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开始主动承担家里的做饭任务。陈母虽然表面上说随便我，但实际上心里很不服气。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来挑刺。这个菜盐放少了，那个汤太淡了，肉炒老了，不嫩。但陈浩然和小宝都很喜欢我做的饭，夸奖声不断，这让陈母更加不平衡了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厨房做饭，陈母突然走了进来。我来帮你，她说，但她的帮忙实际上是来捣乱的。她故意在我的菜里加了很多盐，想要破坏味道，但我早就防着她这一手，偷偷在厨房装了摄像头，她的所作所为都被录了下来。等菜端上桌，陈浩然尝了一口，皱起眉头：婉婉，今天的菜怎么这么咸？是吗？我尝尝。我装作惊讶的样子尝了一口，确实很咸，咸到发苦。奇怪，我明明没放这么多盐啊。我疑惑地看向陈母：妈，您刚才有动过这个菜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去厨房拿了个东西。陈母矢口否认，可能是你自己放多了盐忘记了。又是这一招，倒打一耙。但这次我有证据。是吗？那我们看看监控吧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厨房的监控视频，画面清晰地显示，陈母趁我不注意，在菜里加了2大勺盐。陈浩然看到这个画面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妈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只是觉得淡了一点。陈母被当场抓住，只能勉强解释，2大勺盐较淡了一点。陈浩然的声音带着愤怒：您这是故意破坏婉婉做的菜。我没有故意。陈母狡辩：那您为什么要偷偷加盐？为什么不明说？陈浩然步步紧逼，陈母被问得哑口无言，最后开始耍赖：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忘记告诉他了。记性不好？我冷笑一声：那为什么妈您能准确记得我爱吃什么菜，然后找各种理由不让我吃？记性不好的人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？这个反问让陈母彻底无话可说。陈浩然看着他，眼中满是失望：妈，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婉婉？她是您的儿媳妇，是这个家的一员，您为什么处处针对她？陈母被逼急了，开始歇斯底里：针对她？我哪里针对她了？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她一进门就想取代我的地位，现在连厨房都要抢，我还有什么活头？原来如此，她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，觉得我在抢夺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，所以才会处处防备，处处刁难。妈，默人要取代您的地位。陈浩然无奈地说：婉婉只是想为这个家出一份力，出力，她是想显摆，想让你们觉得她比我强。陈母的话越来越难听，现在你们都觉得她做饭好吃，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没有人嫌弃您。我开口了：但是妈，一个家庭需要的是和谐，不是竞争。您把我当成敌人，这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不是把你当敌人，是你一直在挑战我的权威。陈母指着我说：这个家里，我才是长辈，你应该听我的。听您什么？听您不让我吃饭？听您破坏我做的菜？我反问道：妈，您说要当长辈，但您做的这些事，配得上长辈的身份吗？这句话戳中了陈母的痛处，她确实做不出什么长辈该有的样子，反而像个刁蛮的小孩。
你敢教训我？我不是教训您，我是在陈述事实。我平静地说，一个真正的长辈应该爱护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，而不是排斥某一个人。陈浩然在旁边点头，婉婉说得对，妈，您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。反思？陈母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反思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在自己家里还要看人脸色？您当然没错。我笑了笑，这里是您的家，您有绝对的权威。但是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在这里碍您的眼了。我站起身，开始收拾碗筷。明天我就搬出去住，这样您就可以安心做这个家的女主人了。搬出去？陈浩然震惊了。婉婉，你要搬到哪里去？先住酒店，然后找个合适的房子。我平静地说，小宝也跟我走，免得在这里受委屈。不行，陈母立刻反对，小宝是我们陈家的孙子，不能跟你走。他是我儿子，我有权利带他走。我看着他，而且一个连儿媳妇都容不下的奶奶，真的适合带孙子吗？这句话让陈母哑口无言。确实，他连我都针对，万一哪天对小宝也这样怎么办？陈浩然在旁边急得团团转。婉婉，你们都冷静一下，有话好好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摇摇头，既然我在这个家里不受欢迎，那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谁说你不受欢迎了？陈浩然急切地说，我欢迎你啊，但是妈不欢迎。我看向陈母，她从我嫁进来的第一天就不欢迎我，否则也不会用饿肚子这种方式来折磨我。陈浩然看向陈母，眼中满是责备。妈，您真的要这样吗？要逼得婉婉搬出去，您才满意？陈母被儿子这样看着，心里也有些慌了。她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，原本只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看看，让我知道在这个家里谁说了算。但现在我要搬走了，她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没有要逼她走。她的声音有些虚弱。那您是要改变对我的态度吗？我问。什么态度？我对你没有什么态度。陈母还在嘴硬。好，那我问您几个问题。我坐回椅子上。第一，以后您做饭会算我的份吗？陈母犹豫了。第二，您还会找各种理由不让我吃好菜吗？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吃了？第三，您还会故意破坏我做的饭菜吗？我今天只是想帮忙。看他这个态度，我就知道他不会真正改变。看来妈您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我站起身，那我只能选择离开了。婉婉，你等等。陈浩然拉住我，然后转向陈母，语气变得严厉。妈，您必须向婉婉道歉。道歉？陈母瞪大眼睛。凭什么让我道歉？凭您做错了事。陈浩然大声说，您故意不给婉婉准备饭菜，故意破坏她做的菜，这些不是错吗？陈母被儿子的强硬态度镇住了。如果您不道歉，那我就支持婉婉搬出去。陈浩然下了最后通牒，而且小宝也跟着走。这句话彻底击垮了陈母，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失去孙子。我道歉还不行吗？他终于妥协了，但这个道歉充满了不情愿。我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妥协，他心里的怨恨并没有消除，反而可能更深了。但没关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的计划。陈母的道歉很敷衍，但至少表面上他开始收敛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不再明目张胆地针对我，做饭的时候也会象征性地问一句，婉婉你要吃什么？但我能感觉到，他只是在隐忍，等待反击的机会。果然，机会很快就来了。那天是周末，陈浩然要加班，小宝被送到朋友家玩。
家里只剩下我和陈母2个人，他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。婉婉，我们谈谈吧。他坐在客厅里，一副长辈的姿态。妈，你想谈什么？我装作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关于你在这个家里的定位。他开门见山。我的定位？对，你嫁进来已经2年了，但好像还没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陈母的语气带着教训的意味。那您觉得我应该是什么身份？儿媳妇的身份。他强调，儿媳妇就应该有儿媳妇的样子，要尊敬长辈，听从长辈的安排，而不是像你这样，处处和我作对。我心里冷笑，但表面上保持平静。妈，我什么时候和您作对了？还敢说没有？陈母声音拔高了。你在厨房装监控，这不是不信任我吗？你抢着做饭，这不是想显摆吗？你威胁要搬出去，这不是要挟我吗？他把我的每一个行为都曲解成了恶意。妈，您误会了。我耐心解释，我装监控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做饭是为了减轻您的负担，威胁搬家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被针对。这些都不是针对您的。还在狡辩。陈母拍桌子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里我说了算，你要么老老实实听话，要么就真的搬出去。但是小宝必须留下，他是我们陈家的血脉。又开始威胁了，但这次我没有退让。妈，您觉得小宝跟着您，会比跟着我更好吗？当然。陈母理直气壮。我是他奶奶，是长辈，当然比你这个妈更适合教育他。是吗？那我问您，您打算怎么教育他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用饿肚子的方式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饿过小宝？您没有饿过小宝，但您饿过我。我站起身。小宝看在眼里。您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教育？他会学到什么？学会歧视？学会偏心？还是学会用食物来控制别人？这些话让陈母脸色大变。她显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而且，小宝现在才4岁，正是学习做人道理的时候。我继续说，您用这种方式对待他的妈妈，您觉得他长大后会怎么看您？会怎么看这个家？陈母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确实，孩子的教育不只是吃饭穿衣那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品德和价值观的培养。而他的所作所为，显然不是什么好榜样。还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哪天您也老了，需要人照顾了，小宝会怎么对您？我的语气变得严肃。如果他从小看到的就是长辈可以随意欺负晚辈，那他长大后是不是也会这样对您？这句话彻底击中了陈母的要害。他最害怕的就是年老时被儿子和孙子嫌弃。我不会的。他的声音变得虚弱。您当然不会故意这样教他，但您的行为就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他。我坐回他对面。妈，我们都是女人，都会有老的一天。您今天怎么对我，将来就会有人怎么对您。这是因果回圈，逃不掉的。陈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而且，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我真的搬出去了，对小宝的影响有多大？我继续施压。一个4岁的孩子，突然失去了妈妈，您觉得他能理解吗？他会不会怨恨您？会不会觉得是您把他妈妈赶走的？这种心理阴影，可能伴随他一辈子。陈母开始慌了。他爱小宝，这一点我不怀疑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害怕失去小宝的爱。我没想那么多。他的声音带着颤抖。所以妈，我希望您能想清楚。我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们之间的矛盾，最终受伤的可能是小宝。作为长辈，您真的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？
陈母沉默了很久，我能看出来，她正在内心挣扎。一方面，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；另一方面，她又害怕失去孙子的爱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她最终开口了。我希望我们能真正和平相处。我诚恳地说，不是表面上的客气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相互尊重。您是长辈，我尊重您的地位，但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员，希望得到应有的待遇。什么待遇？陈母问。很简单，吃饭的时候有我的份，做决定的时候听听我的意见，不要处处针对我。我的要求很合理，这些我能做到。陈母勉强点头。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不要再在家里装监控了。他说，那样让我觉得很不自在。我想了想，点头同意。好，我可以撤掉监控。但是妈，如果您再故意针对我，我就真的要搬出去了。到时候别说监控，您连见我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是我的底线。陈母咬咬牙，最终点头。我答应你，但我知道，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不会真正改变的。所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后手。当天晚上，我确实撤掉了明面上的监控设备，但我留下了几个隐蔽的，他不知道的，因为我相信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原形毕露。果然，我的判断是对的。表面的和平只维持了1个星期，陈母以为我真的撤掉了所有监控，开始露出真面目。那天中午，他做了我最爱吃的可乐鸡翅，但当我要加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，这个鸡翅我放了料酒，你不是怀疑又怀孕了吗？还是别吃了。什么时候我说过怀疑怀孕？他完全是胡编乱造。妈，我没有怀疑怀孕啊。我澄清道。是吗？那我可能记错了。他装作无所谓的样子。不过怀孕的事也要考虑啊，毕竟小宝都4岁了，该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了。又开始了，用为了小宝好的理由来限制我的行为。妈，怀孕的事我们会考虑的，但现在不着急。怎么不着急？陈母声音拔高了。女人过了30，生孩子就困难了。你今年都28了，再不生就来不及了。这个逻辑简直让人无语。28岁还很年轻好吗？而且，多生几个孩子对你也有好处。他继续说，这样浩然就不会想着外面的女人了。什么意思？暗示陈浩然会出轨？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些生气了。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提醒你要有危机意识。陈母一副我是为你好的表情。男人都是有需求的，你要是不能满足他，他就会去外面找。这种话从婆婆嘴里说出来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她这是在挑拨我和陈浩然的关系。妈，浩然不是那种人。我尽量保持冷静。现在不是，不代表以后不是。他阴阳怪气地说，有句话叫与井号39，家花没有野花香与井号39。你懂吗？我真的忍不住了。妈，您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？什么话？我说的是实话。陈母理直气壮。你看看现在多少男人出轨，还不都是因为老婆不争气？所以我劝你趁早多生几个孩子，把浩然拴住，否则到时候人财两空。别怪我莫提醒你，这哪里是在为我着想，分明是在诅咒我的婚姻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这样说话的时候，小宝就在旁边。4岁的孩子什么都能听懂，他这样教坏孩子真的好吗？妈，小宝还小，您说这些合适吗？我提醒他。小宝，去房间玩玩具。为什么？小宝疑惑地问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要听。陈母挥挥手，
奶奶和妈妈在讨论怎么给你生小弟弟。小宝的眼睛亮了。真的吗？我要小弟弟。陈母趁机说。那你去跟爸爸说，让他快点给你生小弟弟。好。小宝高兴地跑了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竟然利用孩子来给我施压，这种手段实在太卑鄙了。妈，您这样做不合适。我试图和他讲道理。怎么不合适？小宝需要兄弟姐妹啊，而且我们陈家需要多子多福。又是这套封建思想。妈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讲多子多福？怎么了？多子多福有什么不对？陈母振振有词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思想有问题，只顾自己享受，不为家族传承考虑。我告诉你，你嫁进我们陈家，就有义务为陈家延续香火，这是你的责任。责任？我的责任就是不停地生孩子。妈，生孩子是夫妻双方的事情，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。当然是你的责任。陈母理所当然地说。女人不生孩子要来干石磨，而且你已经生了一个了，再生几个也不费事，就像母鸡下蛋一样。熟能生巧，母鸡下蛋，他居然把我比作母鸡，我真的要被他气疯了。妈，您说话能不能注意点？注意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陈母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。女人的作用不就是生孩子吗？你要是不愿意生，我让浩然再娶一个，愿意生的女人多的是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，他居然威胁要让陈浩然再娶。妈，您这话过分了。我站起来，再也忍不住了。我嫁进这个家2年，兢兢业业照顾家庭，您凭什么这样羞辱我？羞辱？我哪里羞辱你了？陈母装作无辜的样子。我只是在跟你讲道理啊。您把我比作母鸡，说让儿子再娶，这叫讲道理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他越说越过分。你要是觉得委屈，那就证明给我看啊。赶紧怀孕，连续生3个儿子，这样我就承认你是个合格的儿媳妇。连续生3个儿子，他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生育机器吗？妈，我不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的。我冷冷地说。生孩子是我的权利，不是义务。什么时候生？生几个？我自己决定。你自己决定？陈母冷笑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这个家里你说了算。我说了算不说了算不重要，但您绝对说了不算。我也不客气了，特别是在我的身体和生育方面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替我做决定，包括您。陈母被我的强硬态度镇住了，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地反驳她。好啊，翅膀硬了是吧？她开始歇斯底里，敢跟我顶嘴了？我没有跟您顶嘴，我是在据理力争。我平静地说。妈，您是长辈，我尊重您，但尊重不等于盲从。您的要求如果合理，我会考虑。但像刚才那种羞辱性的话，我不会接受。羞辱？陈母气得浑身发抖。我看是你在羞辱我这个婆婆，不孝的东西，白眼狼。她开始骂人了，这就是她的真面目。一旦发现我不会无条件服从，她就原形毕露。妈，您这样骂人是不对的，我还是尽量保持理智。如果您继续这样，我只能选择离开这个餐桌。离开？你想得美。陈母站起来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答案。什么时候怀孕？准备生几个？不说清楚，你别想走。他居然要强迫我当场表态，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。妈，您让开。我的语气变得冷淡。我不会在被威胁的情况下做任何承诺。威胁？谁威胁你了？陈母死不承认。我这是在关心你，关心这个家。这种关心我不需要。
我绕过他，准备离开，但他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。站住！他的力气很大，指甲掐进了我的皮肤。今天你不表态，就别想走。我低头看了看被他掐红的胳膊，心里彻底凉了。他竟然对我动手了。妈，请您放开我。我的声音变得冰冷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后果？陈母冷笑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是你婆婆，是长辈，你敢对我不敬？那您试试看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钥匙声，陈浩然回来了。陈浩然一进门，就看到了这个剑拔弩张的场面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他疑惑地看着我们。陈母立刻松开了我的胳膊，换上了一副委屈的表情。浩然，你回来的正好。他指着我说，你老婆刚才对我大呼小叫，一点都不尊重长辈，又开始倒打一耙了。什么？陈浩然看向我。婉婉，你和妈吵架了。我撸起袖子，露出被陈母掐红的胳膊。你自己看。陈浩然看到我胳膊上的红印，脸色瞬间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小心弄的。陈母赶紧解释，刚才想拉住他说话，手重了一点，不小心。我冷笑，妈，您刚才是怎么说的？让我记忆一下。我开始复述陈母刚才的话。您说我嫁进陈家就有义务延续香火，说我就像母鸡下蛋，说如果我不愿意生，就让浩然再娶一个，然后强迫我当场表态什么时候怀孕，生几个孩子。我想离开，您拉住我不让走，还说不表态就别想走，这叫不小心。陈浩然听完这些话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妈，您真的说了这些话？我是为了这个家好。陈母还在狡辩，什么为了家好？您这是在羞辱我老婆。陈浩然的声音带着愤怒，什么母鸡下蛋？什么再娶一个？您把婉婉当成什么了？我只是说说而已。说说？陈浩然指着我的胳膊，那这个红印也是说说。陈母被儿子的怒火吓到了，开始哭泣。浩然，你怎么能为了外人凶我？我是你妈啊！又是这一招。但这次陈浩然没有心软。您是我妈不错，但婉婉是我老婆，您不能这样对她。她有什么好的？除了那张脸还能看，其他一无是处。陈母越哭越激动，我为了你好，替你着急，她还不领情。白眼狼，够了！陈浩然吼道，妈，您今天的话已经超过底线了，我不管您出于什么目的，都不应该这样羞辱婉婉，更不应该对她动手。陈母被儿子的强硬态度镇住了。浩然，妈，您必须向婉婉道歉。陈浩然下了命令，而且是正式的道歉，不是敷衍。凭什么让我道歉？陈母还在嘴硬，凭您做错了事。陈浩然毫不妥协，如果您不道歉，那我支持婉婉搬出去，而且我和小宝都跟他一起走。这句话彻底击垮了陈母，失去儿子和孙子，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事情。我道歉。他终于妥协了，但这个道歉充满了不甘心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那些话，不应该对你动手，我错了。虽然语气很勉强，但至少是个正式的道歉。婉婉，您接受吗？陈浩然问我。我看着陈母那张不情愿的脸，心里清楚这个道歉没有任何诚意，但至少陈浩然这次站在了我这边。我接受。我点点头，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，一定是最后一次。陈浩然向我保证。妈，您听到了吗？不能再有下次了。陈母阴沉着脸点头，但我知道，她心里的怨恨更深了。这次的冲突虽然以我的胜利告终，但也彻底激化了矛盾。从今以后，
我们之间再也不可能和平相处了。他会更加仇恨我，也会想方设法报复我。我必须做好准备，迎接更加激烈的斗争。当天晚上，陈浩然特地带我出去吃饭，算是安慰。婉婉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愧疚地说。我没想到妈会说出那种话。她年纪大了，思想比较传统，可能表达方式不太合适，又在为她找借口。浩然，这不是表达方式的问题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这是态度问题。您妈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庭成员看待，在她眼里，我就是个外人。不会的，妈您还要为她辩护吗？我打断他，他今天说的那些话，哪一句是把我当儿媳妇的？母鸡下蛋，生育机器，再娶一个。这些话如果有人对你妹妹说，你能接受吗？陈浩然沉默了。确实，如果有人这样对他妹妹，他肯定不能忍。婉婉，我会跟妈好好谈的。他最终说道，让他彻底改变对你的态度。浩然，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。我摇摇头，特别是像您妈这个年纪的人，她今天的道歉只是因为害怕失去你们，不是因为真正认识到错误。那你想怎么办？陈浩然问。我希望能搬出去住。我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，至少暂时分开住，让大家都冷静一下。搬出去？陈浩然皱眉。那小宝怎么办？小宝跟我们走，但是妈会不同意的。她不同意也没用。我坚决地说，小宝是我儿子，我有权利带他离开。而且今天的事情小宝也看到了，继续让他在这种环境里长大，对他没有好处。陈浩然考虑了很久，那我们先租个房子，暂时搬出去住一段时间。他最终同意了。等妈想通了，我们再搬回来。我点点头，但心里清楚，这一搬出去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不会再忍受陈母的刁难和羞辱。如果她不能真正改变，那我们就永远分开住。反正现在我们有能力独立生活，不需要依靠她。而小宝，也应该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长大，而不是每天看着奶奶和妈妈互相仇视。第二天，我们开始看房子。陈母知道我们要搬出去，情绪变得很激动。你们这是要遗弃我吗？她哭哭啼啼地说。我一个老太婆，怎么一个人生活？妈，我们只是暂时搬出去住一段时间。陈浩然安慰她，等你想通了，我们随时可以搬回来。我想通什么？我哪里做错了？陈母还在嘴硬，明明是她不知好歹，挑拨我们母子关系，现在还要把我孙子带走，她安的什么心？看她这个态度，我就知道她永远不会真正反省。妈，小宝是我们的儿子，我们带他住哪里都是应该的。我平静地说，而且这里随时欢迎您来看他。看他？陈母冷笑，我要看我自己的孙子，还需要看你们的脸色？当然不需要。我笑了笑，但前提是您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在孩子面前说那些不合适的话。什么不合适的话？我说什么了？他装作无辜的样子。我懒得跟他争辩，转身去收拾行李。既然他死不悔改，那就没有继续沟通的必要了。3天后，我们搬进了新租的房子，2室1厅，虽然不大，但很温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人会在饭桌上针对我，没有人会羞辱我，也没有人会强迫我做不愿意的事情。小宝对新环境很适应，每天都很开心。陈浩然也松了一口气，不用在家在中间左右为难。至于陈母，偶尔会打电话过来哭诉，说我们不孝顺，但我们都没有心软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有些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
他永远不会醒悟，只有让他尝到孤独的滋味，他才会明白家人的珍贵。搬出来住了1个月，陈母终于有些着急了，她开始频繁地给陈浩然打电话，说自己一个人住很孤单，身体也不太好。浩然啊，你什么时候带小宝回来看看奶奶？奶奶想你们了。陈浩然被他说得心软，主动提出要带小宝回去看他。婉婉，要不我们这个周末回去一趟？好啊，我同意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您妈又开始挑事，我们立刻离开。不会的，她应该已经想通了。陈浩然很乐观，但我心里清楚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陈母可能会暂时收敛，但绝不会真正改变。周末，我们带着小宝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家。陈母看到我们，特别是看到小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。小宝，奶奶想死你了。她抱着小宝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奶奶，我也想你。小宝奶声奶气地说。看着这祖孙俩的亲密互动，我心里也有些触动。不管怎么说，陈母对小宝的爱是真诚的。浩然，婉婉，你们快坐。陈母的态度比之前好了很多。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她忙前忙后的招待我们，就像以前那样。妈，您别忙了，我们自己来就行。陈浩然说。不忙不忙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我得好好招待你们。陈母笑得很开心。对了，婉婉爱吃什么？我去做。她主动问我。这种态度的转变让我有些意外，看来1个月的分离确实让她有所反思。妈，您随便做点就行，我不挑食。我客气地回答。那我做几个你爱吃的菜。她高兴地去了厨房，很快香味就飘了出来。陈浩然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希望。你看，妈态度改变了很多。确实。我点点头，但心里还是保持着警惕。一个人不可能在短短1个月内彻底改变性格。果然，在饭桌上，陈母又开始了她的关心。婉婉啊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她关切地问。还好，没什么问题。我回答。那就好，你们年轻人要注意身体。她顿了读，然后说，特别是要注意保养，为了以后生孩子着想。又开始了，果然本性难移。妈，陈浩然想阻止他。我这是关心吗？陈母装作无辜的样子。婉婉，你们搬出去住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租房子很贵吧？还要自己买菜做饭，多麻烦。要不你们还是搬回来住，这里地方大，又不花钱。他开始了新的攻势，用经济压力来劝我们搬回来。妈，经济方面我们没问题。我平静地说，而且我们现在住得很好，再好也比不上自己家啊。陈母继续劝说，而且小宝需要奶奶照顾。我有经验，小宝我们自己能照顾，你们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？他找到了新的突破口。万一小宝生病了怎么办？谁来照顾？还是搬回来吧，一家人在一起多好。他的语气很真诚，像是真心为我们着想，但我知道这只是表象。妈，我们再考虑考虑。陈浩然有些动摇了。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家还是自己的好。陈母趁热打铁。而且我保证，以前的那些不愉快都不会再发生了。我们好好相处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听起来很美好，但我不相信他能做到。妈，您真的能保证？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当然能。他拍着胸脯保证。我是长辈，我带头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说那些让你不高兴的话了。那如果您又忘记了承诺怎么办？我继续试探。不会的，
我记性很好，他信誓旦旦地说，而且浩然可以监督我。陈浩然在旁边连连点头，对对对，我会监督的。看他们母子俩一唱一和的样子，我心里冷笑，演戏演得还挺像的。那好吧，我假装被说服了。不过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。陈母立刻同意。如果您再次违背承诺，我们就永远不回来了。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他拍着桌子保证。我陈秋香说话算话。就这样，我们又搬回了这个家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暂时的平静。陈母本性难移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原形毕露。而我已经做好了最后一击的准备。这次，我要让他彻底明白，惹我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果然，平静只维持了1个星期。那天中午，陈母又开始了她的老毛病。婉婉，这个红烧肉油有点多，你少吃点。这个鱼刺比较多，小心卡到。这个汤有点咸，不适合你。又开始找各种理由不让我吃好的。但这次，我没有忍气吞声。妈，您又忘记承诺了？我平静地问。什么承诺？我没有啊。他装糊涂。您上个星期说的，不会再说让我不高兴的话。我没说让你不高兴的话啊，我是在关心你。又开始狡辩了。关心？我笑了。那为什么您从来不关心陈浩然吃的油不油腻？为什么不担心他被鱼刺卡到？为什么不觉得汤对他来说太咸？这几个问题让陈母哑口无言。确实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陈浩然。那是因为他想找借口，但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您只想针对我一个人。我步步紧逼，您答应过的事情，这么快就忘了？陈浩然在旁边看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也意识到了。陈母又开始故伎重演。妈，您不是说不会再这样了吗？他有些失望地问。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是在关心婉婉。陈母还在嘴硬。女人要注意身材，要注意健康。够了，我终于爆发了。陈秋香，您真的以为我是好欺负的？我直接叫了他的全名，语气冰冷。你以为装模作样几天，我就会相信您真的改变了？你以为我会一直忍受您的刁难和羞辱？我告诉您，您想错了。陈母被我突然的爆发镇住了。她大概没想到我会突然翻脸。婉婉，你怎么能这样和妈说话？陈浩然想要劝阻。他怎么对我说话的，我就怎么对他说话。我看着陈浩然，你妈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话，我为什么还要客客气气？陈浩然被我对得说不出话。陈秋香，我最后警告您一次。我转向陈母，语气冰冷。要么真正改变态度，好好相处，要么我们永远分开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您选择吧。陈母被我的气势镇住，脸色变得煞白。她大概从来没见过这么强硬的我。你敢威胁我？她颤抖着问。我没有威胁您，我是在给您最后的选择机会。我冷冷地说。如果您还是不知悔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说完，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但陈母突然开口了。站住！你以为你是谁？在我家里撒什么野？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我家？我转身看着他。陈秋香，您搞清楚，这个房子是陈浩然的名字，不是您的。您有什么资格说这是您家？这句话彻底击中了他的要害。确实，房产证上写的是陈浩然的名字。从法律意义上说，这里不是他的家。我是他妈。他的声音变得虚弱。您是他妈不错，但这不代表您能在这里为所欲为。我毫不留情地说。
更不代表您可以随意羞辱我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家的规矩由我来定。第一，吃饭的时候不准找借口不让我吃好菜。第二，不准在我面前说任何羞辱性的话。第三，不准干涉我的任何私人事务。如果您做不到，那就请您搬出去。陈母被我的强硬态度彻底镇住了，她大概做梦都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会反客为主，让她搬出去。你凭什么让我搬出去？凭这里不是您的家。我冷笑，凭您一再挑衅我的底线，凭我已经忍够了您的刁难和羞辱。您如果还想继续住在这里，就按我说的规矩来，否则，请您离开。客厅里安静的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陈母和陈浩然都被我的强硬态度镇住了，他们大概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我。这就是我的真正实力。之前的忍让，只是为了维护家庭和谐。但既然陈母不知好歹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客气了。现在，该他选择了。爸，陈母被我的话震得说不出话来。他大概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会被儿媳妇赶出家门。浩然，他看向儿子，希望得到支持，但陈浩然的表情很复杂，没有立刻站在他那边。妈，婉婉说的有道理。他最终开口了，您确实答应过不会再这样，但您又开始了。陈母想辩解。妈，您别说了。陈浩然打断他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您根本没有改变的意思，只是在装模作样，想骗我们搬回来。陈母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被儿子看穿了心思，他有些慌乱。不是的，我真的想改。如果您真想改，那就按照婉婉说的去做。陈浩然语气坚决，否则，您确实应该考虑搬出去了。这句话彻底击垮了陈母，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支持他了。好啊，他颤抖着站起来。你们母子联手欺负我一个老太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说完，他冲向房间，开始收拾行李，边收拾边哭，声音很大，像是要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委屈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到头来被你们赶出家门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生了个白眼狼儿子，娶了个恶毒的媳妇。他的哭诉声传遍了整个房子。但这次，陈浩然没有心软，他坐在沙发上，面无表情地听着。浩然，你真的要让妈搬出去？我问他，他不改变的话，只能这样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我也累了，夹在中间太难受。既然他不愿意好好相处，那分开住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点点头，虽然心里有些不忍，但这是必要的选择。有些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尊重。1个小时后，陈母拖着行李箱出来了。我走了。他红住眼睛说，以后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妈，陈浩然想说什么，别叫我妈。陈母打断他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刀两断。您要去哪里住？陈浩然担心地问。不用你管。陈母拖着行李箱走向门口。我死在外面也不会回来的。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是我始料未及的，但我不后悔。有些底线是不能退让的。门关上了，房子里安静下来。陈浩然坐在沙发上，看起来很疲惫。浩然，你会怪我吗？我坐到他身边。不会。他摇摇头。妈，他从小就是这个性格，要强，不服输，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想明白。我理解。我轻抚他的手背。但是浩然，有些原则是不能妥协的。如果我们一直退让，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。陈浩然点点头。就在这时，
小宝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妈妈，奶奶喂食魔哭着走了。孩子的声音让我们都是一惊。小宝，奶奶去朋友家住几天？陈浩然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他还会回来吗？小宝眨着大眼睛问。会的，等他想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。我蹲下身抱住小宝，但是小宝要记住，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，不能欺负别人，也不能让别人欺负自己。小宝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陈母走后的第1个星期，我们的生活反而变得轻松了很多，不用担心吃饭时被人挑刺，不用听那些难听的话，整个家的氛围都变得和谐起来。但陈浩然还是会担心他，妈他一个人住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他应该是去你姑姑家了吧？我安慰他。我打电话确认过了，他在姑姑家住着。那就好，至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。第2个星期，陈母开始给陈浩然发消息，不是直接道歉，而是在朋友圈发一些委屈的话。老了，成了累赘，辛苦一辈子，到头来无家可归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可惜儿女不懂事。这些话明显是说给我们看的。陈浩然看到后，心情很沉重。婉婉，要不我们主动联系一下吗？你想怎么联系？我问。就问问他过得怎么样，是不是还在生气？浩然，他现在这样做，就是在等你主动联系他。我分析道，一旦你联系了，他就会觉得自己赢了，然后要求你接他回来，但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陈浩然皱着眉头，那怎么办？就这样僵着，再等等看。我说，让他自己想清楚。第3个星期，陈母的策略升级了，她开始给小宝打视频电话。小宝啊，奶奶想你了。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小宝奶声奶气地问。奶奶回不去了，因为有人不欢迎奶奶。他开始在孩子面前抹黑我，我在旁边听着，气得不行，但我没有直接制止，而是等他说完。挂了电话后，我问小宝，小宝，你觉得是妈妈不欢迎奶奶吗？不是的。小宝摇摇头，妈妈很好，奶奶说的不对。孩子虽然小，但心里很清楚谁对他好。这段时间，没有了陈母的干扰，我和小宝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，而且小宝也看到了，家里没有了争吵，变得更加温馨。那小宝希望奶奶回来吗？我继续问。希望啊，但是奶奶要像妈妈一样温柔才行。小宝的回答让我很欣慰，孩子的心是最纯净的，他们能感受到谁是真心对他们好。当天晚上，我把这段对话告诉了陈浩然。看到了吗？连小宝都能分辨是非。陈浩然若有所思。第4个星期，转机出现了，陈浩然的姑姑来找我们了。浩然，婉婉，你们妈这段时间在我家，每天都在抱怨。姑姑直言不讳，但是我听下来，觉得她确实有些过分。这话让陈浩然很意外。姑姑，你也觉得妈做的不对？何止是不对，简直是胡闹。姑姑叹了口气，她跟我说了很多，但是越说我越觉得她有问题。哪有婆婆故意不给儿媳妇做饭的？哪有长辈这样刁难晚辈的？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姑姑转向我，婉婉，你受委屈了，我替我嫂子向你道歉。这是我没想到的，连陈母的亲姐姐都站在我这边。姑姑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连忙说，不客气，该道歉就道歉。姑姑很认真，我跟你们妈说了很多次，让她认识错误，主动道歉，但她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有错，还说你们不孝顺，要断绝母子关系。我实在是劝不动了。陈浩然听了很难受，
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有个建议。姑姑说，你们继续过你们的日子，别主动联系他，等他自己想通了，自然会回来。如果他始终想不通，那就说明这个人真的没救了。到时候你们也不用自责。姑姑的话很中肯，而且我觉得分开住对大家都有好处。她继续说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老人有老人的习惯，住在一起难免会有摩擦，分开住反而能保持良好的关系。我很赞同姑姑的观点。姑姑说得对，我们也是这样想的。那就这样吧。姑姑拍拍陈浩然的肩膀，你们安心过日子，他那边我会继续劝的。送走姑姑后，我和陈浩然都松了一口气，有长辈理解和支持，我们的选择就更有底气了。又过了2个星期，陈母终于主动打电话给陈浩然了。浩然，妈想你们了。她的语气比之前软了很多。妈，您还好吗？陈浩然问。还能怎么样？一个老太婆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？她的语气里带着委屈。妈，您要是想回来，随时都可以。陈浩然说，但是有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您得向婉婉正式道歉，保证以后不会再针对她。电话里沉默了很久。我知道了。陈母最终说道。我考虑考虑。挂了电话，陈浩然看向我，你觉得他会道歉吗？很难说。我摇摇头，但至少他开始考虑了，这是个好兆头。第2天，陈母又打来电话。浩然，我想见婉婉，当面跟她说说话，这是个积极的信号。好，那您什么时候方便？今天下午吧，我去你们那里。下午3点。陈母来了，她看起来瘦了一些，精神也不如以前，可能这段时间的分离对她打击不小。婉婉，她看到我，眼神有些复杂。妈，我礼貌地打招呼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气氛有些尴尬。陈浩然给我们倒了茶，然后坐在旁边。婉婉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陈母终于开口了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觉得自己确实做得不对，这是她第一次真诚的道歉。妈，您能这样想，我很高兴。我说，我知道我以前的行为伤害了你。她继续说，故意不给你做饭，找各种理由不让你吃好的，说那些难听的话，这些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说完，他竟然站起来，向我鞠了一躬，这让我很意外。以陈母的性格，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说明他是真的想通了。妈，您别这样。我连忙站起来扶他，我接受您的道歉，谢谢你。他的眼眶有些红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过得很好，我也不想再回来给你们添麻烦，我就是想来道个歉，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陈浩然急了，这里是您的家，您当然可以回来。不了，我在你姑姑家住得挺好的。陈母摇摇头，而且我也想通了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一个老太婆就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。但是，陈浩然还想说什么，没有但是，我打断了他。妈，我觉得您这样想很好，分开住确实对大家都有好处，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，您随时可以过来吃饭，看小宝，只要您不再像以前那样针对我就行。陈母连连点头，不会了，绝对不会了，我以后就安安静静做个奶奶，绝对不干涉你们的生活。这次的道歉也许是真诚的吧，但是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委屈自己一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
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